上周五凌晨，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心脏病发过世，享受68岁。这消息让很多人震惊哦，因为8月底他还精神奕奕的参观敦煌莫高窟，怎么突然就过世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李克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李克强是中国有史以来学历最高的总理哦，从最年轻省长到最年轻副总理，他曾经是最高领导人的热门人选。但后来由习近平出现，李克强则担任国务院总理长达10年。李克强靠着经济专长受到了很多中国人民的爱戴，但因为他是尊重市场的经济学家和倾向政府集权的习近平，曾经发生过多次的党内互打。再加上今年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卸任总理，引发了不少的猜测。更令大家意外的是2个月前他才健康的参观敦煌莫高窟，上周五却突然因为心脏病发过世。网络上面有很多人怀疑他的死因不单纯，不只传出有媒体提前公布死讯，还有人爆料他可能是被下毒。那到底谁是李克强？为何大家会觉得他的死跟习近平有关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芒狗狗又推出新绘本啦，是专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财商绘本，家长们千万别错过这个重要的启蒙黄金期。为什么会强调3到6岁呢？因为孩子在3岁就能够开始理解交换的概念，而在7岁前会形成初步的金钱观。如果从小有健康的价值观，未来就不用花更多的心神纠正。就像股神巴菲特所建议的，理财教育应该从学龄前开始。财商系列共有3本，在没钱真麻烦这本当中，芒狗狗会了解钱的功能，可以让交易变得又快又方便。在赚钱好累啊里面，则会明白赚钱的辛苦以及储蓄的重要。最后，在我全部都要这本，芒狗狗将学会如何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资源。现在消费满额呢，还能够免费获得4项赠品，马上点击连结，陪孩子踏出财商启蒙的第一步吧。1955年的7月，李克强出生在中国安徽的合肥，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并且先后取得经济硕士跟博士学位。他出生于共青团，共青团的人呢，在胡耀邦胡锦涛掌权之后备受提拔，在中共的党内形成了一个派系，被称为是团派。而身为团派一员的李克强在1998年接任河南省的官员之后，开始崭露头角。他让河南省用高出全国平均的速度快速的发展，不止让人均 GDP 从1990年代初期的全国28名提升到了全国第10名，还让河南省的工业利润增加了将近7倍。2007年，李克强对美国大使表示说，比起看 GDP， 他认为呢，从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贷款的发放量这3项指标更能够真实的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情况。而为了验证李克强的说法，2010年底，《经济学人》杂志把这3项指标叫做李克强指数，拿来和中国近10年的 GDP 做比较。他们发现，虽然李克强指数和中国的 GDP 趋势大致相符但是李克强指数的波动幅度会更剧烈，更能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现况。后来李克强指数呢就被很多的国际机构认可，像是花旗银行就曾经用它来比对工业企业的利润。2013年，李克强被视为是下届国家主席的热门人选，没有想到最后由习近平当选，他则接任了国务院总理。这边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中共政府呢有分工共治的传统，国家主席同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书记，负责监督政治、外交和安全方面的事务；国务院总理呢则主要负责管理经济。李克强刚担任总理时呢，确实也负责了经济政策。他为了解决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推行尊重市场措施，像是精简政府的机构，把经营管理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曾经造成一股新风潮，甚至还出现了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李克强经济学呢是由跨国银行公司巴克莱资本提出的，他们观察李克强的经济政策，认为其中可能包含3个主轴。首先是政府不再大规模的刺激经济，减少由国家主导投资；再来呢是去金融杠杆化，大幅度的削减这个对外举债；最后呢透过前2个项目进一步的改革经济结构，推动永续发展。主要的核心是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政府要公平的对待民营跟国营企业。本来很多人呢都期待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转型，但是李克强经济学却无疾而终，因为习近平打破惯例，开始把持经济事务。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边缘化总理李克强。这个假设呢，主要是从2013年的11月开始，当时官媒发布了一篇讨论宏大经济计划的长篇报道。这明明应该是总理的工作范畴里面却出现了34次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而李克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后来习近平也常常跟李克强唱反调，李克强主张要改革国企，习近平呢就强调国企的重要性。李克强公开支持互联网企业，习近平呢反而加强监管互联网公司。更惊奇的就是疫情初期，李克强在考察山东时呢，称赞地摊经济能够对于当时萧条的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当时北京被禁绝多年的地摊呢，几乎是一夜之间又开始欣欣向荣。没有想到，才过几天，官媒《北京日报》就带头发文抨击路边摊不卫生、不文明、不适合北京。除此之外呢，中国央行等等金融机构也改由习近平带领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管理，李克强在里面几乎没有话语权，所以有很多人都说李克强在位10年呢是中国最弱总理，毫无政绩可言。最后，李克强还被迫提前退休，进一步的加深了习李不和的传言。去年10月，中国的20大会议上面，前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毫无预警的被请出会场，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代表团派正在示威。后来中共的中央委员名单当中，果然团派呢被团灭，连当时才67岁的李克强都打破了7上8下的传统，直接被裸退跌破了众人的眼镜。而今年的3月呢，李克强在卸任总理的告别谈话当中提到，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怀疑他意有所指，是不是在说给习近平听？那李克强退休之后就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直到8月底，社交平台 X 上面呢流传出他在敦煌莫高窟的影片，画面当中呢，李克强笑容满面向民众挥手致意，看起来气色相当不错。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短短的2个月之后，10月27号凌晨，李克强就因为突发心脏病发过世，让很多人非常错愕。在公布李克强死讯后的18小时，中共当局发表了李克强的讣告，里面除了提到李克强的离开是党跟国家的重大损失，也细数了李克强的历年政绩。有认为从字面意义来看呢，中共政府给李克强非常高的评价。不过，因为讣告当中呢有高达5次提到习近平，并且宣称李克强退休之后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让很多人不禁联想，这篇讣告是否还有其他层面的考量。此外呢，因为中共历史上面有过因为悼念官员而引发民主运动的前例，像是周恩来过世引发了5四运动，胡耀邦呢则是6四运动的开端，再加上这一次李克强去世，也有很多人慢慢的聚集起来，借着怀念李克强来表达对于当权者的不满，所以中共当局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维稳措施，禁止人民聚集追悼，并且加强网络的控管。李克强的死讯才公布不到2小时，微博就已经开始过滤相关的评论，如果搜寻李克强，就只能够看到官方的报道。但尽管如此，李克强的故居仍然涌现了悼念的人潮。有很多中国人民呢都非常的感谢李克强，因为他的作风务实，以经济为优先考量，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有人说呢，只有他理解我，知道我1个月还没有1000元。这句话的由来呢，是在2020年5月，李克强公开坦承，中国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这段话呢，被很多人认为他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为贫困的中国人民发声，也等于是当众打脸习近平。他曾经宣称中国已经全面脱贫。根据社群平台 X 上面的影片呢，李克强在合肥市红星路上面的故居几乎被致哀的花束给淹没，不止排队人潮一度绵延了几百公尺，还有人因为无法亲自到场，请人代送鲜花表达哀痛，甚至还传出了合肥的鲜花供不应求，必须要从外地调货的情况。有网友说，合肥是请1城之花，只为送1人。但有人认为，比起他的政绩呢，悼念人潮反映出的其实是大众对于习近平不满。有很多悼念李克强的字句呢，提到了长安街给不了的，我们合肥给了；长安街没有地方就来红星路。里面提到长安街呢，位在北京的市中心，也代表了习近平所在的政治中心。字里行间在暗示说，因为习近平不给大家悼念，人民才会聚集到合肥。此外，曾经发生过5四运动、6四运动的天安门也位在长安街上。有人认为这也表示中国的民众可能想要借此重演历史，掀起一波民主运动。不过，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呢，展开民主运动的几率微乎其微，因为李克强在位的时候一点影响力都没有，过世后更难带来改变。再加上中共压制意见的能力呢，比过去还要强大很多。4通场抗议白纸运动都无疾而终，这次也不太可能发生什么大事。
那除了哀悼李克强之外呢，网络上面还有很多传闻说李克强可能是被害死的。有人发现有中国的凤凰网啊、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等多家中国媒体呢，居然早在26号晚上7点开始，陆续以李克强同志逝世发布新闻，但内容却写李克强呢在27号0点10分在上海逝世。这是什么新闻版的死亡笔记本吗？甚至还有网友开场幕说，果然是新闻抢先报啊。不过也有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时差才会导致前台显示时间跟新闻内容时间不相符，也可能是有心人士改图等等。另外，网络上面还有自称是李克强的亲友说，8月底在李克强于敦煌现身之后，就与他们失联，甚至还有人爆料李克强可能是遭到了上海武警下毒等等。种种传言让很多人对于李克强死因抱持着怀疑，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发出公开信，要求成立调查小组，暂缓火化，彻查死因。目前这些被点名的媒体都已经把报道删除，或是显示正确的日期，而中共政府呢，则在李克强过世后1周，也就是11月2号举行告别式，并将他火化。我们在看到中国政治人物被民众吊唁的时候呢，感觉有点微妙，因为相比平常中国好棒棒的爱国言论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能够非常细微的感受到人民心中的真实想法。或许比起经济成长的政绩，人民更在乎的是统治者到底知不知道，还有他们这些人正等着被帮助。但其实李克强在中国的从政之路并不是毫无争议，他曾经被英国媒体指控说他掩盖了河南艾滋村的丑闻，而他过去力推的 P2P 借贷平台也爆出了大规模的诈骗，让很多中国民众家破人亡。但尽管他有争议担任总理的期间又没有什么政绩，却还是能够引发大批的民众哀悼。我们认为其中包含了很多反对习近平专制的情绪。李克强被冠上最弱总理的封号，以及他后来无疾而终的政绩，或许也同时反映着习近平执政时的强势作风和中国民众对于目前局面的无奈吧。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认为李克强过世会对于中国政局带来变化吗？不会他已经被边缘化这么久，没有影响力啦。B 会吧，我认为呢，这些献花悼念的人潮很可能就是一个开端。C 不太可能吧，中共管控舆论非常厉害啊，即使想要改变呢，也很难起风浪。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李克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中国翻墙教父以及反间谍法。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